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在中国娱乐产业快速更迭的近10年里，很少有2位男艺人能像肖战与王一博这样被同时推上顶流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位置。而这一切的起点几乎可以被浓缩为一部作品《陈情令》。2019年夏天，《陈情令》的爆火并非偶然。从内容层面来看，它成功融合了原著粉丝基础、古装美学、人物关系张力与情感共鸣。从产业逻辑来看，它是平台、资本与粉圈文化协同运作的典型产物。影视产业分析师指出，《陈情令》的成功本质上是 IP 加偶像工业加社交媒体裂变的3重叠加。它不仅是一部剧，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事件。双引号，在这样的背景下，肖战与王一博成为被时代选中的人，为无限与蓝忘机的角色设定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张扬热烈，一个克制隐忍。这种对位美学不仅让角色成立，也让演员迅速被市场记住。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肖战的职业轨迹，韧性或许最为贴切。在《陈情令》之后，肖战迅速完成了从新晋流量到国民级偶像的跨越。然而随之而来的是2020年的舆论危机227事件。这一事件不仅冲击了他的商业资源，也一度让他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但值得关注的是，肖战的复出路径并非依赖短期炒作，而是通过作品与时间完成信任修复。例如在《余生，请多指教》与《玉骨遥》中，他逐渐摆脱单一人设，尝试更复杂的情感表达。娱乐评论人李某指出，肖战的核心竞争力不只是颜值，而是他在舆论压力下展现出的稳定性。他的粉丝结构也因此更加去泡沫化，忠诚度显著提升。双引号，从商业角度看，肖战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品牌吸引力。他所代言的产品往往具备即刻转化的能力，这在流量经济中极具价值。与肖战不同，王一博的成长路径更像是一种横向扩张。在成为演员之前，他已是 UNIQ 成员，并在综艺《旧世街舞》中凭借专业舞蹈能力获得广泛认可。这种技能型艺人的标签，使他在流量竞争中拥有差异化优势。更重要的是，王一博并未局限于娱乐圈，他在赛车领域的投入与成绩，使其成为少数真正跨界成功的艺人之一。体育评论员曾评价，王一博不是玩票，而是具备职业精神的参与者，这种真实性极大提升了他的公众形象。双引号，在影视方面，从《陈情令》到电影《热烈》，再到更具艺术探索性的项目，他逐渐向电影演员转型。这种路径虽然风险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长远的价值。当讨论谁是顶流第一人时，仅凭粉丝数量或代言数量显然不够。业内通常从3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1. 商业转化能力。肖战在品牌合作中的带货能力更为突出，适合快销与大众品牌。王一博则更受高端、运动及潮流品牌青睐。2. 内容作品沉淀。肖战以电视剧为主，胜在稳定输出。王一博则逐渐向电影领域拓展，强调作品厚度。3. 个人标签差异。肖战等于温暖治愈型偶像，王一博等于冷感实力派偶像。这种差异使两人并非完全零和竞争，而更像是占据不同细分市场。不可忽视的是，顶流之争背后是2大庞大粉丝群体的长期博弈。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粉圈已经成为一种组织化社群，其行为不仅影响艺人声量，也会反过来塑造公众舆论。双引号，
肖战粉丝以高执行力著称，在数据维护、品牌支持方面表现突出。王一博粉丝则更擅长制造话题，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上具有极强传播力。但与此同时，极端粉圈行为也引发争议。一部分网友认为，顶流竞争已经异化为粉丝对立，反而影响了艺人本身的发展。在各大论坛与社交平台上，关于两人的讨论呈现出明显分化。支持肖战的声音，经历低谷还能回到巅峰，这种抗压能力无人能比。他的观众缘更好，路人盘更稳。支持王一博的声音，多领域发展才是真正的实力，不是单一流量。他在电影和体育领域的探索更有含金量。中立观点，两人路线不同，没有可比性。真正的赢家是市场，他们只是不同类型的代表。娱乐产业研究者总结，所谓顶流之争，其实是公众对偶像价值标准的分歧体现。从行业发展来看，顶流这一概念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依赖流量与曝光的模式，正逐渐被作品加专业能力所取代。肖战如果能在影视作品中持续突破，有望完成从偶像到演员的彻底转型。王一博若能在电影与体育领域建立更高壁垒，则可能成为更具国际化潜力的艺人。最终决定他们高度的，不再只是粉丝数量，而是时间。如果将竞争拉回演员本体，肖战与王一博的差异会更加清晰。从表演体系来看，业内普遍认为肖战更偏向情绪驱动型。在《陈情令》中，他饰演的魏无羡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绪表达的层次感，从少年时期的恣意张扬，到后期的隐忍与悲悯，这种情绪曲线完成度较高。而在余生，请多指教中，他则通过细腻的眼神和肢体语言，弱化戏剧张力，转向生活化表达。这种转变说明他正在尝试建立更稳定的表演方法论。相比之下，王一博则更接近控制型表演。在《陈情令》中，蓝忘机这个角色本身台词不多，情绪外放有限，但他通过节奏控制与微表情，塑造出极具辨识度的角色气质。这种克制式演技在大银幕上更具潜力。在电影《热烈》中，他的肢体表达与节奏感进一步放大，与其舞蹈背景形成良性互动。业内导演评价，王一博的优势在于身体控制能力，这是很多演员难以具备的。从资本视角来看，顶流的核心价值在于可预期回报。品牌策略专家指出，肖战的优势在于稳定转化率，他的粉丝群体消费能力强，粘性高，适合长期合作与品牌沉淀。王一博则具备破圈能力，他在街舞、赛车等圈层的影响力，使品牌可以触达更多垂直领域用户。换句话说，肖战更像稳健型资产，王一博更像成长型资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人在代言领域看似竞争激烈，实则呈现错位分布。过去几年，中国娱乐圈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变化，从单纯追逐流量转向更加理性的价值评估。在这一过程中，肖战与王一博都成为典型案例。肖战经历舆论风波后，公众开始重新审视艺人与粉丝关系的边界。王一博则让艺人跨界，从营销话题变成可以被认真讨论的职业路径。传播学教授曾指出，他们的讨论热度之所以持续，是因为他们身上承载的不只是个人形象，而是公众对娱乐工业的集体想象。在全球化语境下，顶流艺人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从目前趋势来看，
肖战在影视剧与时尚领域更具亚洲传播优势，尤其在东南亚市场具备较高人气。王一博则因体育与街舞文化更容易进入国际青年文化语境。有业内人士直言，如果未来中国娱乐产业需要一个文化输出样本，王一博的多元标签可能更具优势，但如果是稳定的影视输出，肖战更具持续性。双引号，任何顶流都无法回避争议。针对肖战，常见质疑包括：是否过度依赖粉丝？作品厚度是否足够支撑长期发展？双引号。而针对王一博，跨界太多是否会分散精力？电影资源是否真正匹配其实力？双引号。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他们共同构成了顶流叙事的一部分。一位资深影评人评价，真正决定他们未来的，不是当下的争议，而是他们如何回应这些争议。双引号。粉丝之间的争论，表面是谁更红，本质却是我认同哪种价值。心理学研究显示，粉丝往往会将自身情感投射到偶像身上。喜欢肖战的人可能更认同温暖、努力、逆风翻盘；喜欢王一博的人则更欣赏冷静、专业、多元发展。因此，这场顶流之争其实也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碰撞。随着短视频平台崛起与内容趋于中心化，顶流这一概念正在被稀释。未来可能出现3种趋势：超级顶流减少，市场不再集中于少数人；垂类明星崛起，各领域出现细分顶流；作品驱动回归，演员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在这样的背景下，肖战与王一博谁能走得更远，取决于谁更早完成转型。结语：没有唯一王者，只有不同答案。回到最初的问题，谁才是娱乐圈的王者？或许答案从来不是单选题。肖战与王一博分别代表了2种不同的成功路径，一个是逆风翻盘的韧性样本，一个是多维突破的全能模板。他们的竞争不只是个人较量，更是时代娱乐工业的一面镜子。互动讨论区：如果只看商业价值，你认为肖战和王一博谁更强？为什么？在你看来，演员最重要的是流量还是作品？2人谁更接近你的标准？王一博的赛车、舞蹈算不算真正的加分项，还是只是人设包装？肖战经历风波后的回归，是实力证明还是粉丝力量的胜利？未来5年，你更看好谁能站在更高的位置？如果必须2选1，你更认可稳定输出型顶流还是多期发展型顶流？10年之后回看，现在的顶流之争会不会只是阶段性现象？在你看来，肖战和王一博谁更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实力派演员？粉丝文化到底是在成就偶像，还是在限制他们的发展？如果《陈情令》没有爆火，2人的发展轨迹会完全不同吗？你认为下一位能够打破他们格局的新顶流会具备什么特质？留下你的观点，说不定下一篇深度分析就引用你的评论。